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的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们就来分享台湾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的评比以及推荐。那我们就先来看联准会的最新消息。那这一周联准会的最新消息是由阿德里纳·安娜·库格勒他所提出来的。他在2024年7月16号在华盛顿全国商业经济学会当中呢，有发表一些演讲。他表示，如果经济状况可以像过去这几个月一样，持续有力的发展下去，就是 GDP 没有下降成负值，依旧是正值的表现，也就是经济持续成长的这种状况。那美国最新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ore CPI 在7月11号的时候公布出来，它的公布值是 3.3%， 是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那这会联总会的理事就表示，如果这个通货膨胀还是像过去的这些绩效一样持续的往下跌的话，那他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趋势，并且就业率依旧如过去这几份报告一样，也依旧保持着疲软，就像是失业率最近有持续上升的这种状况。那他就预计今年的7月、9月或者是之后的会议当中呢，就非常适合去进行降息。但是他也表示，如果之后的报告显示通货膨胀开始反弹的话呢，那还是一样要将利率维持在高点哦。那除了这位具有利率投票权的联准会理事他有这份演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美国的候选人川普在这个礼拜受到了枪击事件。在7月13号川普被枪击之后呢，他的民调就大幅的上升，选民预估川普会获胜的几率呢，已经高达了 70% 以上。所以这个时候呢，选民就会去参考川普他对利率政策的预期。那川普呢，他有一个叫做川普经济学。川普经济学当中就提到说呢，他认为应该要主张低利率还有低税收的方式来刺激美国的经济。那这个川普的主张也强化了投资人认为今年会降息的预期哦。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在这一连串事情发生之后呢，他对市场利率的预期是怎么样的表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表格，这张表格是预期2024年12月18号，就是联准会会议结束之后呢，利率大概会落在哪一个范围。那从这个表格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在7月10号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投资人还是预期今年联准会大概只会降息2码，也就是在 4.75% 到 5% 之间。但是在我拍影片的当下7月17号，我们可以发现到现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已经超过50%以上的投资人认为利率会降到 4.5% 到 4.75%。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除了 Core CPI 有持续下降之外呢，川普受到枪击导致川普的民调上升，也对整个市场上对利率的预期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哦。那目前市场上预期2024年9月18号降息的几率已经高达了90%以上，大概会降低1码左右。那在2024年12月18号的时候呢，预期会降息 0.75% 的几率已经高达了 50% 以上咯。好，那综合以上的利率的预期，还有美国联准会的最新的态度，我们得到了2个重点。为什么我们今年要开始去投资长天期的美国公债？因为长天期的美国公债有2个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呢，它对利率的敏感性比较高。长天期的美国公债它的存续期间比较长，假设它的存续期间有来到16年，那平均每降低 1% 的利率，那它的价格就会上升16%。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可以扩大我们投资债券报酬的一个机会。那第二个优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投资长天期的美国公债，而不是投资长天期的公司债？因为我们有发现到最近美国的经济也是 GDP 有持续的下滑，而且呢失业率有上升的一种状况。那这种时候呢，公司债券违约的几率就会上升。但是呢，美国公债的话呢，它是不会违约的。所以呢，如果降息的时候呢发生经济衰退，那这时候呢美国公债呢，它依旧可以持续的上涨哦，它会成为市场上投资人的避险工具。好，这2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值得去投资长天期的美国公债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台湾就买得到的长天期的美债 ETF 在7月份的比较。那现在台湾就买得到的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总共有9档。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表格。那我将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这个排序从左边到右边的话呢，我是依照它的股票代号的一个先后顺序来进行排序，并没有特别的含义。那这些 ETF 当中呢，最新的一档 ETF 是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在2023年的8月7号挂牌的。那挂牌至今的话呢，是还没有1年的时间。那这档 ETF 它现在的股价是15块钱，就跟它的挂牌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那其他的美国公债 ETF 基本上就是在30块钱到50块钱之间。那这几档 ETF 当中呢，资产规模最大的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以及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这两档 ETF 呢，他们资产规模都有破1000亿的规模。那这两档美债 ETF 他们的规模都是持续的增长。像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在年初1月份的时候呢，它的规模是1499亿台币，那现在是增长到了2401亿台币，那增长的幅度大概是902亿台币。那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在年初的时候呢是856亿台币，那现在的话呢则是1749亿台币。那这两档 ETF 它们基本上都是增长了大概900亿台币。其实它们两者相差并不大。那在受益人数的部分，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在年初的时候呢，受益人数是245152人。那在我拍片的当下的话呢，它的受益人数已经来到了342534人，增长了97382人。那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那它在年初的时候受益人数是134165人，那目前的话呢，也来到了231820人。那它增长的人数是97655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两档 ETF 他们虽然不管是资产规模或者是受益人数，在绝对值来看的话呢，他们两档其实相差蛮大的。但是呢，在最近这半年他们的增长速度，不管是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或者是呢受益人数的增长速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哦。也就是说，新进来的投资人在看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或者是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的时候呢，这两档 ETF 对他们的吸引力基本上就是相同的哦。那有一档 ETF 就比较不一样了，这一档 ETF 是长天期的美债 ETF 当中呢唯一的一档，它的受益人数在这半年以来是下降的。那大家猜猜看是哪一档？那我相信有投资美债 ETF 的应该都会知道是哪一档。那一档 ETF 就是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受益人数从年初的73190人下降到现在只剩下69344人。虽然看起来好像它只下降了4000多的受益人数，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如同我刚刚所讲到的，长天期的美债 ETF 当中就只有这一档它的受益人数是下降的。那我去看一些论坛或者是看一些有些脸书粉丝团有人在分享为什么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 ETF 大家不想要去投资。那我发现大家最常有讲的就是这一档 ETF 它的配息非常的差。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档 ETF 它的配息是怎样。首先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左边这表格是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00931B， 你可以看到它最近这4次的配息，它的现金殖利率大概是 0.6% 到 0.9% 左右。但是呢，我们看右边这一档是元大的20年期美债 ETF00679B， 它的平均的每一次的配息的殖利率的话呢，大概就是 1% 左右。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到每一次的配息，元大的美债20年期的 ETF 都比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还要好。而且如果我们把这4次的数据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呢，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4次的累积殖利率也不到 3.5% 所以说呢，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就因为它的配息真的是非常的不怎么样，所以就导致说虽然这一档 ETF 非常的新颖，但是呢它的受益人数还是有出现大幅下降的一个情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的话呢，是有 00679B 跟 00687B 还有 00931B 都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其他的 ETF 是都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
那收益平等金的机制就是可以让我们领股息的时候呢，股息可以更加的稳定。那保管银行的话呢，我放在下面这一边，好，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是2023年全年度的内扣费用，那最低的是 00779B 的凯基美债25加 ETF， 那第二名的则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好，那存续期间的话呢，最长的是 00779B 的凯基美债25年期的 ETF， 这档 ETF 它的存续期间来到了 17.3 年，好，是长天期美债 ETF 当中呢存续期间最长的。那存续期间越长的话，那在降息的时候呢，所产生的价差就会比较的明显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平均票息率。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764B 的群益25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是来到了 3.6%。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除息月份。那除息月份的话呢，全部都是属于季配息的一个债券 ETF， 那只有一档 ETF 00768B 的富华20年期的美债 ETF， 好，它是没有配息的。好，那其他 ETF 的话呢，都是有配息的哦。好，那殖利率的话呢，表现最优异的是 00857B 的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近4季的累积殖利率是来到了 4.7%。那第二名的话呢，则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 ETF， 它是来到了 4.2%。那近4季累积配息殖利率最低的分别是 00696B 的富邦美债20年期的 ETF， 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这两档 ETF 它们近4季的殖利率都只有 3% 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填息天数。那填息天数最快的是 00696B 的富邦美债20年期的 ETF， 以及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 那这两档 ETF 它们的填息天数都非常的快速，平均半个月以内就可以填息完成了。那2024年至今的绩效的话呢，那它们的相差就不大了，那它们的绩效平均大概都是在正负 1% 之间哦。好，那关于以上这些资讯的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置顶留言栏以及资讯栏当中。那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并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也不错的话，那可以点击下载，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哦。好，那这边的话 Kevin 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投资心得，那就是如果你是只想要赚取降息所产生的价差的话，那我觉得投资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会比较好。因为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可以提供比较高的一个债券的价差，但是呢，如果你还想要领比较高的利息的话，那投资公司债券也会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你要去投资公司债券的话呢，你一定要有一个意识，那就是公司债券在股灾来临的时候呢，就算那时候有降息，它的价格依旧会下跌哦。只有在降息的时候，没有发生经济衰退的一个情况之下，公司债券的价格才可以跟着一起上涨哦。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谨记在心中。好了，我是不随意预测股市，只珍惜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入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边吧，我要把它写下来了，别忘记要讲什么了。科科。